法国宣布军改，德国在扩军，欧洲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，势在必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一华。乌克兰的下场让欧洲感到担忧，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成为欧洲的唯一出路。对欧洲国家来说，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练兵场，利用乌克兰士兵的性命试验各国新型武器装备的实战性能，把乌克兰当作反面教材，能够让欧洲国家在军事上不断改进，以便更好地对抗俄罗斯。尤其是号称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法国，更是吸取了俄乌冲突的教训，着手推动陆军的军改。从法国官方近日透露的军改规划来看，改革方向明显是吸取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。从整体上来看，改革后的法国陆军将能更好地适应区域高强度军事对抗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法军的主要精力基本都集中在反恐作战上，所以陆军整体实力严重下滑。例如，在新月型沙丘行动中，法国投入了数千部队，但表现却备受质疑。这场俄乌冲突让法国人认识到，地缘局势将持续陷入动荡，大国博弈才是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。所以，法国这次要升级陆军装备，并加强对目标纵深区域火力打击的能力，以及增强后勤补给的能力。简而言之，法国军队经过改革之后，要能够打赢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对抗。从具体细节上来看，这次法国陆军的改革吸收了不少乌克兰战场的经验，当然也包括教训。例如，法国陆军未来将更加重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。这次俄乌冲突中，俄乌两军的无人机都表现得十分出色。俄军自杀式无人机在打击乌克兰纵深目标时，造成了很高的毁伤效果。此外，乌军的无人机也曾多次避开俄罗斯的防空网，利用低小慢、难以被雷达侦察识别的优点，对俄军纵深目标发起过多次袭击，甚至成功偷袭了莫斯科郊外的城市。可以说，除了中国和美国不仅具有严密防空网络，而且还有成熟反无人机体系，其余国家在面对低小慢无人机打击时，基本上束手无策。所以，增强无人机作战能力成为了法国陆军改革的重点之一。除了法国之外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在积极扩充军备，为接下来更加恶化的地缘局势做准备。欧洲军事实力的提升将有利欧洲尽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，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得到进一步的保障。所以，俄乌冲突短期来看团结了北约各成员国，但从长期战略来看，欧洲将顺理成章地提升国防开支，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。这样一来，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将大大削弱。欧洲想要真正意义上成为世界一极，这一步迟早需要迈出，否则将是美国随时都可以吸血的对象。乌克兰的下场更是让欧洲意识到，如果在军事上过于依赖美国，一旦面对高强度战争，自身安全将完全交到美国手里，最终会沦为美国获取地缘利益的一枚棋子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